Hello，大家好。据说这是演艺界明星们最常祈求的菩萨与念诵的心咒。首先有几点，我想先问问你们是否有觉得：一、职场上总是遇不到贵人相助；二、总是错失一些机会或主管的支持；三、同事相处之间相互防备；四、人缘不好，都快处于边缘人物；五、工作缺乏机遇，遇到好的老板或者适合的工作；六、还是做业务，想增加成交量；七、爱情总是遇到障碍，或者常与正缘擦肩而过，来的都是恶缘。如果你们感觉符合了一点，那今天你们就不得不认识这位具有勾招一切善因缘、无边法力的众明佛母，又称咕噜咕列佛母，可以称得上是爱情女神、职场守护者，以及快速勾招人缘、桃花和财富。阿弥陀佛也是修持这个法门来勾招众生学习佛法。据说乾隆皇帝就曾修持于供奉众明佛母的法门，所以乾隆是清朝时期权势很大的皇帝。咕噜咕列佛母是藏传佛教掌管权威及怀爱法的本尊，被认为是21度母中红色度母的化现。除了可以称作众明佛母以外，还可以称怀柔佛母，更被视为是藏传力量女神。她的样貌始终如一位16岁妙龄美女，全身红色为怀爱法，代表摄服人心。怀爱法就是让大家看见你就很喜欢你，并愿意接近你的法门。咕噜咕列佛母功德遍摄三界，自在任运，故又称三界自在空行母，其功德福报广大甚深，可以用无以比量来形容。而在我们常见的唐卡画像中，可以看到咕噜咕列佛母4只手、3只眼睛，体态曼妙，全身红色，金色头发直竖。她的四臂更拿着油婆昙花所制成的莲花钩、斧、剑索，并呈现射箭之势，用来拿下众生的心，以拯救陷于感情困扰的众生。而她的右脚一般勾起做舞动姿态，左脚踏住迷惑人心的魔女，全身被光环围绕，放射大红光明，具大权威势。她的面容一半喜一半怒，半喜代表其圆满感情与尊敬人缘的大威神力，半怒则代表降魔护持佛法。而众明佛母头上常会有阿弥陀佛等佛菩萨，象征其为阿弥陀佛等化现。咕噜咕列佛母有着浪漫的法器，优婆昙花所制成的弓箭，花蔓交织而成的法器，显示出它的法力和希腊罗马神话中丘比特的神剑很相似。而在众明佛母传到西藏后，被称为萨迦派不出四强13金法之一。众明佛母最大的加持，应该是当你始终遇不到中意的对象时，祈祷众明佛母会有帮助。正因为如此，大家习惯称众明佛母为爱情本尊。西方有丘比特，东方有月老跟咕噜咕列佛母。这里有一个咕噜咕列佛母的故事。相传在古印度有一个国王，非常宠爱他的一位年轻貌美的王妃，但随着时间久了，王妃年老色衰，国王慢慢的也就对她失去了兴趣。而王妃失去了国王的宠爱后，一直难以适应。于是有一天，王妃找来了自己的心腹侍女，要她到各地寻找能够让国王回心转意的方法。她的侍女找了很多的地方，有一天到了一个卖神仙的市集，遇到了一个深红色肤色的女子。这位女子长得十分的美丽，以至于所有见到她的人都不由自主的被她吸引，并跟着她走。侍女看到这个景象后，向她询问。这个女子笑了笑，并回答说：“这非常容易。”侍女听到后，非常的激动，立马赶紧讨教。于是，这个女子便给侍女一件东西，并对侍女说：“将这个东西给国王吃，那这一切问题就将圆满解决。”之后，侍女拿着东西回到王宫，交给王妃，并详细的禀告事情的经过。王妃手拿着东西，并不能看出有什么特殊之处，但她也不敢随便就给国王吃。王妃想了想，还是将它扔到王宫附近的一个小湖里。令人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由于王妃丢掉的东西吸引了各处的龙王来到这个湖里相聚，并且非常的欢喜。龙王为了感谢王妃，就用神通力加持了这个国王。而受到龙王的加持，就在当晚，国王莫名其妙的想念起这个王妃，并马上回到王妃身边，一步也不想离开王妃。
国王对自己内心的变化感到非常的奇怪，并心生怀疑，心想必然有什么特殊的原因。于是国王便下令要求王妃告诉他究竟发生什么事，否则将惩罚王妃。王妃听到以后，就毫无隐瞒的将所有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的告诉了国王。国王听到后非常的激动，命令那个侍女找到那位深红色肤色的女子，并要将她请到宫中。侍女重新回到市集，顺利的将女子请到了宫中。透过与女子的谈话间，国王确定这个女子就是众明佛母的真身。国王崇敬的在佛母面前向她求法，佛母详细的向国王传授了众明佛母的各种修法。透过修持，国王获得了世间和出世间的两种成就。由于国王的成就以及众明佛母的加持，国王领土附近的各个王国的国王和大臣都主动的来到国王面前，将王国奉献给国王，并发誓效忠。各地的修道者也纷纷到国王面前来请求佛法的传授。由此，大家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，佛法的事业也非常的兴盛。所以修持咕噜咕列佛母的心咒，能让人人喜欢你与接近你，爱情事业皆如意。还有一个小故事，引用自尊贵的阿智仁波切，算是一个有趣的小故事。据传，在西藏曾经有一位密咒士，不太懂佛法教理，但是他每天都修持念诵众明佛母心咒，并获取了中立的成就。然而有一天，这位密咒士和他的同伴们一起外出办事。某天太阳下山后，他们路经过一个青海省的一个地方。这位密咒士看到一位年轻貌美的藏族少女在路边的草地上挤奶，不料密咒士竟然对这少女生起了爱慕之心，于是顺手捡起了一颗小石头，并念诵几句众明佛母修法中勾召的经文，之后对着小石头吹了几口气做加持，并往那个少女的身上扔过去。因为太阳已经下山，天色暗了，密咒士和同伴们便就地扎营。他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帐篷，于是大家生火，坐在萤火前一起吃晚饭。在晚饭结束前，密咒士对其他人说：“今晚我要修一个重要的法，如果你们有听到奇怪的声音，不用理会，也不要进来帐篷打扰我，这样会影响我修法。”于是其他人应声后，大家各自散去回到自己的帐篷休息。不过密咒士并没有修法，而是躺在帐篷，耐心等待那个年轻少女的到来。他很自信，因为他的修行还是有一定的成就。很快，他就听到像是脚步的声音，于是立马坐起。这时，帐篷的门帘被拨动了一下，密咒士很高兴的去挑开门帘。然而，当他打开门帘的时候，密咒士惊呆了。原来赶来的不是那个少女，而是那时候少女旁边的那一头乳牛。当乳牛见到他，高兴坏了，不停地跟他亲热，用脖子和身体撞他，这可把密咒士吓坏了。他左右躲避，慌乱之中跌倒了。这下他可惨了，这头乳牛顺势地靠在他身上，用头撞他，用脚摸他，用身体压他。密咒士惊恐万分，连声呼叫，但由于他事先让其他人不要打扰他，所以没有一个人来救他。直到隔天早上，人们要离开的时候，才发现奄奄一息的密咒士和窝在他旁边的乳牛。原来密咒士在把他小石头投向藏族少女的时候发生了偏差，小石头打在了乳牛身上，所以才使密咒士招来了如此惨剧。后来赶来找牛的牧羊人得知了此事情的原委，都觉得非常的可笑。在藏传佛教金刚乘教法里，有很多法门是非常秘密的，这些法门如果用在错误的方式上，就会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。就像那个密咒士，最后自己落得一身伤痕不算，还成了众人的笑柄。不过说到底，其实如果用对了地方，供奉修持众明佛母的福报远不止于此。它不仅可以为我们增长无量福报、功德与财富，增长人缘、权势，受众人爱戴，能满足一切世间法，并让学佛修行顺遂，进而圆满最究竟的出世间法，就是解脱轮回。所以想改善爱情与事业，还有招人缘，都可以向咕噜咕列佛母祈求哦。而且不分男女，咕噜咕列佛母的爱遍及三界，所作所为皆能成就得名。那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再帮我按赞、订阅跟分享哦。那我们就下期见喽。